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大学在同一个城市。他的性格活泼开朗，我挺喜欢他的。但是他变了，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变的是他，刚开始我们俩挺好的，后来他脾气越来越大了，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作为他的男朋友，他做的一些事情太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了。他又像一个小女生一样，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，每次都是我挽留他，我去求他，这样我真的太累了。我们之前也有差不多的经历，但是我们每次都能和好如初。这次他迟迟不肯答应我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我觉得他变了，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高23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徐21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小片当中看到女生是不太想跟男生和好，对不对？不和好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错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之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小脾气啊，爱和他闹点小矛盾，但是我们每次闹小脾气小矛盾的时候，每次我们都能和好如初。但是这次为什么我不知道他这次就为什么不行了？哎，这个资料上面你们现在还在学校在读是吧？对，是在同一所大学吗？不是，在同一个城市，不在同一所大学。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谈的呀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但是高中时候并不熟悉。毕业之后有个同学聚会，那时候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上学，然后慢慢的联系熟悉。高中3年没谈恋爱？没有，那时候不怎么熟。后来上了大学以后，然后因为在一个城市又是老乡才熟的。是一进学校就谈上了吗？也不是，大一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在一块儿，就是相互照顾啊，或者是一块出去玩什么的。后来到了大二的时候才好的。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这个观察，才在一起的哈。应该说感情基础还不错的嘛。但是他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我生气，然后弄得我就觉得每次都得去哄他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。哎呦，我们现在男生都怎么了？上一对不就小事吗？我们听听这对的小事吧。都什么小事儿，姑娘？你要说是吧？你说。我觉得那不是小事，他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。就像有一次我和他去买鞋啊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们看好一双鞋，咱们就去买上，就算了，别那么转了。然后他口头上答应我好好的，但是最后他转了将近4个小时才把。那是给你买鞋，那我转那么长时间，不都是为了给你挑一双比较好的鞋吗？可是我当然就是想和你好好坐下来聊聊天，喝点东西。可是你是把时间都花在买鞋上了，你觉得那我们2个人逛街也是2个人在一起，我们也可以边逛边喝东西什么的，而且是为了给你买鞋我才逛这么长时间的。你觉得我这对你还不行？你还有啥？我那个不是想买鞋，我只是顺便去买双鞋，但我最主要是想跟你好好坐下来谈谈心。好，这事儿先翻篇，我们记下来。买鞋事件还有什么事儿？还有我考6级的时候，他考过了，我没考过，然后他在朋友面前，他就因为我一句话，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我就问他你过了吗？我只是想问一下他你过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我裸考我竟然过了呀！我当时因为我过了，我也特别惊讶，然后我就说我过了，他就说你什么意思呀？好像觉得我嘲讽他一样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。不是，他当时当着所有朋友的面，包括他的朋友、我的朋友，他一直都在说我没过，他过，然后他裸考过了，我那么努力复习还没有过。如果是单独咱俩人说你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要当在所有朋友面前说我呢？我问你个事实啊，兄弟你过了吗？没有。没过就没过吗？是，关键是他在朋友面前的数落我、嘲讽我，感觉好像就我特别没有能力。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看不起我。嗨，你有看不起他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跟他说你哪儿错了，哪儿错了以后你这儿不应该错，你不应该错，你下次应该注意啊。再说你都考了好几次了。这是你说的话？确实有点嘲讽。不是，当时我的心是这么想，但是我只说了他是问他哪儿错了，下次应该改。不是，你想你当着朋友面不能说这个呀，确实不太好。我就记得最后一次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，就这次说分手的时候，就是本来我就特别难受，然后他就从来不说关心我什么的啊，他出去玩去了，我输液呢，然后我跟他说你在哪儿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现在刚输完液，肚子不舒服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娇气啊？说什么你输液本来就难受。这你还不知道呀，在那说我，那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啊，那我生气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分手，他就不行，然后我生气，我就不怎么理他那2天，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理他就跟他生气了，他就跟我说分手。你生病住院，
输液啊，他还跟你吵架，他就说我娇气啊，然后你就说分手。我没有说，是他说的。他生病住院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一个小感冒。他输那液好像就是对他身体有点就是说不舒服，肚子疼。然后我当时不在他身边，在内蒙。我和我家长去玩，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接电话的时候，他跟我说那些，我知道他就是让我想安慰安慰他嘛，但是我情况确实不允许。然后不是你什么情况？你不就跟家长在玩吗？有个什么情况不允许呢？我家长都在我旁边，父母在你旁边。哦，你父母不知道你谈恋爱？对。主要是因为这些情况，然后我当时也没有一下子就数了，我就觉得你行，那你自己忍忍。然后他就觉得我没有安慰他。他当时就不是那么说，他当时如果说话这么好声好气的话，我也不会跟他说什么。他哪怕含蓄点说我父母在旁边了，我也不会跟他生气。他说你怎么这么娇气啊？我是觉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应该自己坚强一点。什么事都需要我的话。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了，你不觉得我这样很累吗？对，我在别人身边我可以坚强点，因为那都是别人。可是在你面前我还需要坚强吗？不是，你在我面前就是可以不坚强，但是我不在你旁边，你是不是应该坚强点？如果是关于坚强的问题，我们打一个逗号啊！我再问下面的男生，这是你第一次说跟女生分手吗？不是，他经常跟我说分手，只要他不高兴就跟我说分手，而且扭头就走。过两天他高兴了，然后再回来跟你说啊干嘛出去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然后你就又跟他在一起了。哎，你也挺奇怪的啊，因为他做的事太不顾虑我的感受了，他的心理位置都没有把我摆正，他永远觉得我不重要，朋友们重要。他没有把朋友看得那么重啊，因为他给你买鞋逛了4个多小时，不是给朋友买鞋逛了4个多小时啊。他在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不忘记教育你怎么去读书啊，对吧？这你怎么会说出他认为朋友重要呢？对，因为他在朋友聚会，他说我读书是应该，但是他有些话。在不知不觉就伤害我了。他就因为一件事就是生很长时间的气，不说分手就这事儿就完不了。啊，就分手？对。那你们俩分手过多少回？你统计过吗？怎么着也得有10几回了吧？10几回了。那今天来是？主要是我想来。你想来干嘛？因为这次我跟他说完分手之后，他没有同意复合。因为我觉得我挺重视这份感情的，然后我希望就是说我有什么错我改，但是我希望他能接受我，重新接受，让我们回到过去以前那么好好的。我也想跟他在一起啊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复合那么多次？可是他每一次都说分手，然后分完手以后也不考虑我的感受，还一而再再而三，接着说，从来就没有说停止过。下定决心了？要如果我不下定决心的话，他永远改不了这个毛病。你希望这姑娘什么样？你就觉得 OK 了，完美了？我觉得她应该就是说为我考虑一点，照顾我一点，不要那么强势。我听到现在其实说的这几件事好像都没有不太照顾。你能给我举一个让你觉得她完全没有照顾我的一件事吗？就是我在打游戏的时候，因为那是星期六、星期天，然后我之前早晨给她通过电话说。我今天比较忙，不要来找我。我和我的舍友朋友们都去打游戏了，然后他不听，一直追到我们宿舍楼下了。然后我回去时候才看见他在那儿，并且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。我当时生气，他当时一个好脸都没有，我等他，他还不高兴。那时候我觉得他没有给我自由空间。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说我要去打游戏，但是他还一直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发短信，还追到我们宿舍楼下。我就没见过哪个男生的女朋友这么去做过，太不照顾我的感受了，让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丢面子。我明白了，他所说的他不够照顾，是指不照顾感受，也就是说，他觉得女生没有给他充分的、很良好的心理感受，那种感受就是对，就那种就是我让你陪我上街是聊天，而不是买鞋。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生病了，你别啰嗦，你把电话挂了，等我不在一起的时候再说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打游戏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远远的不要出现，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立刻在我的身边。你要的是这个吧？好啦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孩，我们分手吧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翻译一下。就是不在一起了。对啊。不是，我跟他分手只是因为我一时气愤，并没有真的想和他分手。我每次都是我和他说分完手之后，我都是会去找他的。这很伤害人的。是。你如果真的是这么要面子，拿出自己的实力来挣面子，过于的自私，只知道索取，而且是随心所欲，只能说你不够爱他。
因为很难相信一个深爱对方的人能轻易的就说出分手2个字。久而久之，他对你的爱是一点一点的被打磨掉了。我不知道女孩今天为什么来，是想再给他一次复合的机会吗？其实每一次分手之后能复合，都是因为在分的那几天，我都能想到他对我的好，然后你主动去说我们和好吧。对，你这绝对是纵容的呀。我们能不能要一点尊严？如果这是一份真情的话，他不允许一而再再而三分而复合，分而复合，只能是玩闹。这一次一定不能轻易饶了他。男生，你一直说他没有照顾你的心情，你真的是一个很纤细的人吗？你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心？这没有好跟不好，因为有很多诗人、音乐家是很纤细的，可是正巧你的女朋友是大拉拉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讲话很直的人？你在跟他讲6集他没过，你在陈述事实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你并没有在揶揄他，你只是在讲一个事实，你没过，我过了，你错在哪里？这些要改，你才能过，对不对？对他这个纤细的男人，他受不了，他需要你疼惜他，说没过没关系，他需要那一种，他被你懂得，然后让他感觉很舒服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对不对？对。当你讲分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用这个字才能代表你心中的不爽？然后你走开以后，第1秒你就后悔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后悔就来找他，然后他又回来了，你们就同样的戏码一直在复合。我感觉你们2个个性非常不同，像你们这样的天南地北的个性，要在一起需要很大的智慧跟功夫。但我认为男生在你现在的状况，你很难做到这一点。我送你一句话，你的命运在你的舌头上。孔子说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一句话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，同样的，你的一句话也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我觉得你需要制服你的舌头，你每次说一次分手，就伤害你们的感情很严重。他现在已经不知道你现在讲分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要制服你的舌头，你要从玻璃心变成坚强的心，否则你以后谈恋爱都会非常辛苦。女人说分手呢，多半都是撒娇；男人说分手，很大成分是要挟。就像有些人动不动在工作当中跟领导说我不干了，他除了能够说分手和我不干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我问你，你除了说分手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吗？我当时只是生气而已。我也会生气，为什么就要说分手2个字呢？你可以生气啊，你可以跺脚啊，你可以拿眼睛瞪着他，你为什么要说分手呢？对不对？对。女人分手很大情况下是为了赢求对方的注意，它是一种撒娇。那你为什么老是要说分手？如果总有一天你说分手，那么这个直愣子的人分就分吧，那就分了咯。如果他说分手，你会怎么样？你马上就会软。所以你在自己羞辱自己嘛，你何苦来呢？所以说，一个有自尊有尊严的男人，尊重情感的男人，不要动不动说分手，一旦说了就不可挽回。你呢？我其实蛮喜欢你的性格的，我有点像你，我有些场合不懂什么场合说什么话，我经常在一些不该说话的场合把别人伤得半死。但是对自己的爱人还是多少得注意一点，因为你伤别人伤一次，大不了下次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跟他在一块过，你还是或多或少照顾一点自己男人的感受，有的时候多多少少掌握一点技巧，好不好？哎，就这样。生活本质有一些东西它就是这样，是人都逃不过去。知道为什么老师们会那么去说你吗？是的，心胸太小，尤其对自己爱的女人没有胸怀。你发现你什么事儿都不承担，你凭什么跟人说要和好啊？到现在为止，你父母还不知道你谈恋爱。
当时不知道，现在知道。现在知道什么意见啊？挺好的，见他浓眉大眼，挺哦，喜欢这长相。对哦，所以你现在就紧追不放了。也不是因为我父母的喜欢，而是我觉得他在意我珍惜我们俩这段感情，我觉得我放不下他。如果今天两位要再好了，你要再说分手，就真的没了。女生，我建议啊，要考验，来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每次那么多次能跟他和好，都是因为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，只不过一生气的时候就特别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我希望你能监督我、改正我，我会以后好好珍惜我们这段感情，好好珍惜你，好好和你一起走下去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希望你这次能答应我，我会好好珍惜我们的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，我会做给你看的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一直会做到。再说会做到，让你看到那一天。希望你能相信我。啊，两位请回吧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一对恋人，男生把分手当成了口头禅，女生终于在若干次的被分手之后，今天想觉醒一下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好像一如他们过去一样，有些情感大概就是一个自己的模式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Say goodbye。哎，这是考验一个男人的时候到了。来，站这儿，跟女孩说再见吗？我抬起头来说。我尊重他的选择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是我错了。我希望他在台下能给我一次改错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像一个男人一样去呵护他的一生。啊，你大声说什么？我希望让我好好的去呵护他一次，爱他一次。对着镜头说错了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一句话送你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而不是男人一直拼命流泪。把流泪的机会给女人吧，然后保护她。快去追去吧，别说了，快！